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 Z 编辑器的 AI 相关的功能。其实之前我们有介绍过 Z 这个编辑器啊，但当时没有介绍 AI 相关的功能，因为那时候 AI 相关的功能的话也不是很完善。嗯，另外考虑到这个视频的话都是朋友的话，看这个视频的朋友都是程序员哈，我就会讲的比较粗略一点，然后又不清楚，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下方的一些描述，就对照着应该就知道了。OK，准备工作的话就是，Z 安装完以后的话，就是说需要登录，登录以后的话，它会有那个 ZAI，其实也就是 Cloud 跟它合作的，你会得到一个那个，我们看看这里，就会可以用这个 Solidity 这个模型，然后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一下那个流动硅基流动的这个可以注册一下，然后这儿会拿到这个 API 那个 mail，然后就是需要这两个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对话吧。这儿的话，我是推荐说是用这两个模型。我试了这么多模型的话，就是本地模型的话就算了，这个也没必要什么展示，这个效果不是很好。就用这个 Solidity 以及那个 V2.5，就是 DeepSeek 的 V2.5，就是那个用流动硅基的那个它的 API，因为现在官方的也没法用，好像是服务器繁忙还是什么，就用这个 DeepSeek V2.5以及那个 Solidity 这两个 API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啊。就还打开这个面板，把这个其实可以拖过来，就它以这个为上下文，这个里面主要是实现了什么？这个用那个 Solidity 3.5的那个模型，然后它会提供那个什么，我们这就测试一下效果，然后就按 ESC 推出去了，然后也可以那个，新起一个对话吧，也是把这个拖过来，然后选那个2.5这个模型。这效果还是可以，但是就是用那个用不了 R1，也用不了 V3，反正是好像是那个 Z 对那个 DeepSeek 适配，这台 API 返回那个适配的有点差，反正超时之类的估计也没做好，反正就是有时候报那个504的错误。OK，其实我们先把这个面板关了，这还是用那个2.5这个模型，然后这儿 Ctrl Enter 把这个就内置这个面板打开，然后这儿输入一点那个提示词，就是为下面这个函数写注释，要对比上面的这个函数，按 Enter，然后让它把那个请求发送出去。这儿好像那个不知道是提示词还是什么原因，反正效果不是很好，但是那个注释好像还可以，但他把那个函数本体拿出来，这儿就会报错。我们再选那个这个吧，Solidity 吧，看一下 Solidity 的效果。其实可以按那个上下，然后它会有一个记忆。这个就好得多，然后就是它对那个 Solidity 的那个适配要好很多。接着我们这儿演示一个就在终端里面使用的一个例子，就自动生成 Git commit 信息用于提交。先的话就是我们那个 Git diff 一下，这儿要让它直接输出就行了，就把那个 diff 信息输出出来。
后到这边这个面板这儿，这就是以那个终端的输出为那个上下文的，看这个字符增加了，就发送出去的那个 token 增加了。然后这我已经是内置了一个什么那个，就是这儿的话你可以看一看，就是它其实也就是说让它那个直接输出那个 GIT commit 信息，这儿有一个库，我就已经预置好了，然后就不用每次都敲这个，然后 command 加 enter 把那个发送出去。OK， 这儿的话就是它已经给出了这个，分析出我修改一些什么，然后回到这边的话，终端这儿其实也接着可以就是把这个那个内置面板打开，那个按钮上的 enter， 就是说，让那个就说是自动提交那个修改的文件，然后 commit， 这儿也是让那个 AI 来那个做那个什么。要不我们再演示一下那个DeepSeek 这个效果吧，这个轩辕2.0的这个模型。然后这还是一样的流程，效果还可以，就是测下来跟那个 Solidity 3.5差不多。然后我们这儿没有测R1啊，这个有 bug 的。好，今天差不多就这个样子，主要就介绍了那个对话代码生成以及在终端里面使用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